看着那根刺眼的紅色陰線，你的賬戶是不是在流血？4.32萬億美元的市值，一夜之間就被削去了一层皮。這不僅僅是數字的跳動，這是華爾街在用真金白銀告訴你，狂歡派對的燈已經亮了。這聽起来很荒謬，對吧？看看輝達交出的成績單，營收570億美元，同比增長62%，淨利潤319億美元，同比增長65%。這種印鈔速度甚至超過了某些國家的 GDP。如果是任何一家傳統公司，這絕對是一場盛大的慶功宴。但在 AI 的賭場裡，這就是一場葬禮。為什麼？因為這就是資本市場最殘酷的鐵律，當預期被堆到了大氣層，稍微喘口氣就是自由落體。這就是典型的完美定價陷阱。過去2年，你們買入的每一股輝達，裡面都包含了對未来3年、5年甚至10年指數級增長的幻想。市場假設黃仁勳永遠不會犯錯，假設競爭對手永遠是弱智，假設全世界的錢都會無止境地流向 GPU。但現在裂痕出現了，谷歌扔出的 Gemini 3就是刺破這個泡沫的第一根針。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參數比拼，這是在動搖輝達的根基，壟斷。谷歌告訴世界，沒有輝達的芯片，我也能訓練出頂級的模型。更致命的是，那個叫 Meta 的超級巨鯨。以前，扎克伯格是黄仁勳最忠實的買家，成千上萬塊H100往機房裡搬。但現在，連 Meta 都開始跟谷歌眉來眼去，要在數據中心裡用 TPU 了。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護城河上的吊橋被放下來了。當客戶開始變成競爭對手，當最大的買家開始尋找替代品，那個曾經堅不可摧的算力霸權就變成了筛子。輝達曾經享有的壟斷溢價正在被市場無情地擠乾。你們要明白一個簡單的心理學邏輯：邊際效應遞減。第一次聽說增長100%，你會尖叫；第10次聽說增長60%，你會打哈欠。對於現在的輝達，僅僅做到優秀已經不夠了，他必須每一次都創造神蹟。只要他表現得像個凡人，股價就會立刻遭到懲罰。別被那些領先一代的公關話術迷惑了雙眼。在資本的眼中，沒有永遠的王。當你看到谷歌、Meta， 甚至 OpenAI 都在暗中磨刀霍霍，試圖擺脫對單一硬件的依賴時，你就該知道，輝達躺着賺錢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這不是在否認 AI 的未來，這是在否認無限增長的童話。海水正在退去，裸泳的人很快就會現形。現在的問題不是輝達有多強，而是你手中的籌碼是不是已經變成了接盤的燙手山芋。陷阱1：左腳踩右腳，巨頭們在空轉。現在把你的目光從 K 線圖上移開，我要帶你看一場更驚悚的資本魔術。如果你以為輝達的幾百億營收全是靠硬碰硬的技術實力換來的，那你就是資本餐桌上最鮮嫩的韭菜。看看這個荒謬的遊戲規則，左腳踩右腳，竟然真的能上天。這就是華爾街目前最熱衷的把戲——循環注資。簡單說，我是輝達，我有錢，但我需要業績增長。怎麼辦？我投資一家初創公司，給你幾億美元。條件是什麼？你拿到錢必須立刻回頭買我的芯片。看清了嗎？鈔票從輝達的左口袋流出，在外面轉了一圈，變成了光鮮亮麗的營收流回右口袋。這一進一出，財報上的銷售額炸裂了，股價飛升了，市值暴漲了。但這真的是市場需求嗎？不，這僅僅是賬面遊戲，是金融煉金術。那個叫 CoreWeave 的公司就是最好的鐵證。昨天他還是個瀕臨破產的挖礦作坊，挖比特幣挖不下去了，摇身一變成了所謂的算力巨頭。誰捧起來的？輝達。不僅給錢，還要給承諾。輝達甚至簽署協議，承諾在未來幾年消化 CoreWeave 賣不出去的算力。
這是什麼邏輯？我借錢給你買我的貨，你賣不掉我還幫你兜底，這哪裡是做生意，這是在給自己輸血，這是在用資本的興奮劑強行維持心臟的跳動。再看看那個傳聞中與 OpenAI 的1000億級交易，結構完全一樣，輝達注資建數據中心， OpenAI 用這些錢買輝達的芯片。分析師說的太客氣了，說這是補貼客戶。我告訴你，這就是赤裸裸的制造幻想。這種手段在金融史上有一個臭名昭著的名字——賣方融資。上一次這種玩法大行其道，是在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當時的光纖巨頭們也是這麼幹的，借錢給客戶買自己的光纜，最後光纜鋪滿了海底，根本沒人用，客戶全破產了，巨頭們留下的只有一地雞毛和巨額壞賬。這就好比一台空轉的發動機，轟鳴聲震耳欲聾，儀表盤上的轉速表已經爆表，但車輪根本沒有在這個星球的地面上抓地。所有的繁榮都是建立在幾家巨頭互相倒手、互相抬轎子的流沙之上。當潮水退去，當這些用輝達的錢買輝達芯片的公司還不上債的時候，這個價值萬億的紙牌屋，哪怕只抽走一張牌，結局就是崩塌。這不是增長，這是虛假繁榮的最高境界。陷阱2：完美增長信仰正在绞殺你的利潤。聽着，這種左手倒右手的遊戲，資本市場難道看不見嗎？他們當然看得見，但他們選擇視而不見，因為貪婪是一塊厚重的黑布，蒙住了所有人的雙眼。這就是我要說的第2個致命陷阱，對於完美增長的盲目迷信。現在的股價交易的根本不是這家公司的現在，而是它未来10年必須毫無瑕疵，必須連年翻倍的完美劇本。你們這是在刀口舔血，卻以為自己在享受米其林大餐。看看那個被捧上天的估值，那是一座用紙牌搭成的摩天大樓，地基是沙子，風一吹就會散。只要財報裡的數字有一粒灰塵，只要指引裡有一絲猶豫，股價就會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雪崩。這就是所謂的定價完美，意味着你不能犯錯，哪怕呼吸錯了一個節拍，資本就會無情地拋棄你。那個在電影《大空頭》裡提前看到金融海嘯的男人邁克爾·伯里早就發出了警告。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他說這是過度擁擠的交易。這是什麼畫面？這就好比一艘即將沉沒的巨輪，幾千名乘客全部擠在同一個甲板的一側，爭搶最後一艘救生艇。當全世界都在買入，當連菜市場的阿姨都在談論算力芯片的時候，誰來接盤？沒有接盤俠，你手裡攥着的股票就是一張張昂貴的廢紙。別跟我談信仰，我們要談數學。投入產出比在哪裡？現在的邏輯簡直荒謬，企業砸下幾百億美元買鏟子，也就是那些昂貴的芯片去挖金礦。但是金礦在哪裡？除了幾個聊天機器人和生成幾張圖片，真正能帶來真金白銀利潤的殺手級應用究竟在哪裡？現實是殘酷的，賣鏟子的人賺走了所有的錢，而挖礦的人連電費都賺不回來。這一幕像極了1999年的互聯網泡沫。當年大家瘋狂炒作思科，說它是互聯網的水泥和鋼鐵，就像現在吹捧芯片是人工智能的水泥一樣。結果呢？互聯網確實改變了世界，但思科的股價在泡沫破裂後暴跌了80%，哪怕過了20年都沒漲回去。記住我的話，技術會有未來，但這並不代表現在的股價是合理的。這種將未來透支到極限的狂熱，就是在給你們的利潤上繳薪價。當期望值被拉滿，任何微小的利空都會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不是投資，這是在萬米高空走鋼絲，而且你們身上根本沒有繫安全繩。陷阱3：利率巨輪碾壓，誰能獨善其身？你們還在盯着谷歌的 TPU， 還在爭論誰的芯片跑得快，太天真了。把頭抬起來，看看頭頂那片正在積聚的烏雲。真正的死神不是競爭對手，而是美聯儲的利率大棒。這不僅僅是技術性回調，這是宏觀環境的全面窒息。美國就業數據意外強勁，工資在漲，通脹像顽疾一樣粘在腳底，根本甩不掉。只要經濟不崩，美聯儲的鐮刀就懸在半空，遲遲不肯落下，隨時準備收割過熱的流動性。聽好了，這是金融學的鐵律，利率是資產價格的萬有引力。當無風險利率飆升，所有高估值的科技股都要面臨殘酷的價值重估。為什麼？因為你們買的是未來的現金流。輝達現在的幾萬億市值，透支的是2030年甚至2035年的利潤。在高利率環境下，未來的錢折算到現在就是廢紙一張。這就是現金流貼現模型的殘酷邏輯。利率每上漲1個基點，就是往你們的估值模型裡灌注1噸水泥。現金流越是靠向未来的公司，對利率越敏感，死的就越慘。這就像你背着1000斤重擔在走鋼絲，現在狂風大作，你還能站得穩嗎？潮水退去的時候，誰在裸泳一目了然。過去10年，廉價資金像洪水一樣漫過華爾街，那是大水漫灌制造的虛假繁榮。現在水閘關了，資金成本像一堵厚實的牆，擋住了所有的投機衝動。請問，當買美國國債躺着都能穩賺5%的時候，資本大鱷為什麼要冒着血本無歸的風險去借你們手中的高位飛刀？資本是嗜血的，更是膽小的，他們正在瘋狂逃離風險資產，流向安全的避風港。這根本不是輝達一家公司的問題，這是系統性的絞殺。流動性在枯竭，信心在坍塌，這就像一個巨大的黑洞，正在吞噬市場上所有的貪婪。當恐慌情緒蔓延，沒有哪只股票是安全的諾亞方舟。機構在撤退，散戶在哀嚎，拋售引發拋售，踩踏引發踩踏。這是一場金融海嘯，在這股滔天巨浪面前，個體的掙扎毫無意義。別以為你能獨善其身，在這場利率的重壓之下，沒有幸存者，只有碎裂的泡沫和一地雞毛。讓我們把話挑明，我不是在這裡唱空輝達的技術，恰恰相反，我也承認這是一座鋼鐵堡壘。CUDA 生態系統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一堵高牆，是一條滿是鱷魚的護城河。InfiniBand 網絡是連接這台巨型印鈔機的血管。任何想要逃離輝達生態的客戶，都要面臨扒皮抽筋般的遷移成本。在技術維度，黃仁勳手裡握着的確實是核武器。但是，聽清楚了，好公司不等於好股票。這是一條也是最致命的誤區。即使是純金打造的堡壘，如果售價是它重量的1萬倍，那買入的人依然是傻瓜。華爾街沒有慈善家，只有狩獵者。現在的輝達被資本市場綁架在了一輛失控的戰車上，只要增長率從極速哪怕掉檔到高速，只要這輛車稍微減速，慣性就會把車上所有沒有繫安全帶的人甩出窗外，摔得粉身碎骨。看看黃仁勳現在的樣子，你以為他在開慶功宴嗎？不，他在走鋼絲，腳下是萬丈深淵，手裡拿着平衡桿，背上還背着數萬億美元的市值期望。哪怕風吹草動，哪怕只是打個噴嚏，市場就會像嗜血的鯊魚一樣撲上來撕咬。他的焦慮不是因為技術不行，而是因為期待值已經被拉到了平流層。在那上面，空氣稀薄，稍微缺氧就是窒息。巨人的掙扎
往往比普通人更劇烈，因为他們倒下時砸出的坑更深。而你們盯着屏幕紅綠跳動的你們，是在賭博還是在投資？大部分人只是在玩擊鼓傳花的遊戲。你們根本不關心 InfiniBand 是什麼，不關心 B200 芯片的良品率，你們只關心明天會不會有下一個傻瓜以更高的價格接走你手裡的籌碼。這就是標準的韭菜心態。當貪婪蒙蔽了雙眼，你看到的不是風險，而是幻覺。投資是一場反人性的修行，你要把價格和價值這兩個概念像剥洋蔥一樣剝開。價格是瘋子在街上喊出來的數字，價值是這家公司實實在在能賺進口袋的現金流。不要讓市場的噪音干擾你的判斷，不要讓恐慌或者狂熱接管你的大腦。在這個血腥的牌桌上，如果你不知道誰是那個輸家，那麼大概率輸家就是你。不管輝達未來是上天還是入地，你的錢包不應該交給運氣。握緊你的本金，這是你唯一的彈藥。學會獨立思考，學會在這場資本的狂風暴雨中做一個冷酷的旁觀者，而不是隨波逐流的枯葉。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